是你们仙家的人这么说的，我能怎么办？我父亲活该死吗？我大哥活该生生摔断脖子吗？不恨他，我找谁报仇？不是他的错，那是谁的错？怎么我的父亲兄长死了，我连个恨的人都没有？你，金灵气得发抖。金子轩见肩上的小婴儿看不懂眼前的情形，只知道自己哥哥就在眼前，伸着手努力去够周家主的衣角，嘴里发出呜呜的声响。接着说，江澄按按他的肩膀，面无表情，眼神微微闪烁。我能怎么办？不杀他，我还能杀我的孩子吗？我母亲原本年事就高，这个孩子来得蹊跷，加上精神失常，他本就不该留。周家主辩解道，他死后，我们家再也没有死过人了。可是当天晚上，他来找我了。周家主抬起右手捂住半张脸，笑得发抖。他一身的血，见到我就笑，还叫我哥哥。我听说走尸要吃人，以为他是来吃我的。所以，金灵喉咙干得发涩，声音微微发颤。所以我杀了我的侍卫，把他扔出了门。这句话如同一记重锤，砸得金灵眼前发懵。他只觉得怒气上涌，全身发麻。难怪那些死尸都尸身损伤极惨，是周家主要掩盖杀人的痕迹。难怪没有鬼气，难怪他们的神情里带着乞求。这些人根本不是鬼婴杀的，他们是在求自己拼死护着的主人不要杀死他们自己。金子轩和江澄并不惊讶，想来是早有预料。江澄嫌恶地看了他一眼，开口道：家里死了8个人才去求救，不是仙家反应不及时，是你心里有鬼。明明侍卫全都惨死，换用的侍卫却仍然称不上健壮，是为了方便你自己下手。你这样坚持了7天，第7天，你发现杀一个人不够，要杀2个人他才肯离开，终于忍不住跑来求救了，是不是？周家主僵硬的点点头。你真是个人渣。江澄冷声道，捏着他的后颈把他拎入屋内。金子轩连看也懒得看他一眼。弄清了真相就都好办了。这只鬼婴未曾害人，死后执念仅是与亲人相见，想要超度也简单得很。他随手捏下一个符，正欲度化怨气，一直老老实实挂在他剑尖上的鬼婴突然发出一声撕裂地尖叫。金子轩猝不及防，反应慢了一瞬，便已经有些来不及。鬼婴周身怨气暴涨，吼叫着转身向他扑过来。自进入这个院中，第一次露出满口獠牙。金子轩左手来不及回防，下意识挥出右手，腕部跟着传来钻心的疼痛。他伤还未愈，灵力周转不及，他身子一软，眼睁睁看着那鬼婴的獠牙愈来愈近。金灵看在眼里，大脑一片空白，仿佛全身的血液都在逆流一般。他僵直在原地，看见腰侧的银铃，不管不顾地把他扔了过去。爹！仙子从院外咆哮着一跃而入，院里升腾起白色的雾气。银光大作，金灵被刺得睁不开眼，耳边回荡着银铃的声响。此刻于他，犹如从天而降的救星，也确实是救星降临。他勉强睁开眼睛，雾气正浓，他又看到那个白色的身影，这次看得更真切些，才看清那是一个修长俊逸的男子。方才还獠牙外露、满目狰狞的鬼婴，此刻却温顺无比的咯咯笑着，用头去蹭白衣人的手掌。那白衣人微微勾起嘴角，把鬼婴扔在一边，转身欲向银铃冲去。方才急忙回防的江澄立刻吼道：仙子，咬他！仙子仰起头怒吠几声，爪下发力冲了出去。那人影一僵，立刻没骨气的倒转方向，跳上了院内唯一的大树。江澄发出一声冷笑，抬手吹出一个哨子，仙子立刻直起身躯，顺着树干向上爬去。那白衣人缩在树梢吓得魂飞魄散，险些连手也抓不稳，连声求饶：江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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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错了，我错了！啊呀呀呀呀！你快让他下去！你这狗怎么还能上树啊？一番耽搁后，此刻雾气终于散去，金灵这才真正看清了来人的容颜，风神俊朗，眸若桃花，如果不是此刻吓得毫无仪表可言，应当是不输他父亲的俊逸之人。这就是夷陵老祖，这是他迟到了12年的亲人，如天神般救他于险境的是这个人，可被一只小狗吓得上树，在他的银铃里厚着脸皮装死的也是这个人。
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矛盾而又让人忍不住去了解更多的人？金陵忍不住笑了起来。魏无羡黏黏地把自己缩成一个团子，难得没有坐得歪七扭八，端端正正地跪坐在茶桌的一边。金子轩看着金陵超度了那只鬼婴，此刻正与江澄一左一右，夹着一个金陵，坐在魏无羡对面。江澄抱着手，上下打量眼前这个人，虽说早有预料，但真的见到已死之人活生生的出现在他面前，江澄还是忍不住怀疑自己是不是被什么东西鼓住了。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江澄慢条斯理地给自己倒了一杯茶。金陵敏锐地发现魏无羡面前没有茶杯，连杯茶都不给人家喝，真小气。金陵腹诽，好好说话，不要放狗。魏无羡小声嘟囔，谁的狗啊，还会爬树，成精了吧？